最後一部 Skyline GTR， 其實當年日產咧，佢嘅財政真係立亂，搞唔掂咁滯㗎啦。但係咧好彩，佢哋都仲肯頂硬上，咁就冇令大家車迷失望，做埋呢部最後嘅 R34出嚟。R34嘅生產年份咧就係99年去到2002年，咁其實作為一架車咧，佢嘅壽命得3年幾係比較短嘅。不過日產咧就好識做嘅，出咗好多個版本。咁除咗一開始嘅標準版，咁佢同時出咗 V-Spec 啦，亦都有做為咗賽車嘅 homologation 而做嘅 N1 版啦。咁之後 V-Spec 打後就 V-Spec 2，再出埋 M-Spec。咁M-Spec 同 V-Spec 2咧，自己又有個勁啲嘅扭保齡版，每部限量500部嘅。咁過咗2002年之後咧，隔咗幾年去到05年咧，咁廠就攞翻一啲里數低啊、狀態好嘅 R34翻去咧，咁啊改咗個叫做 Z-Tune 版，咁嗰個勁啦，嗰個去到500幾匹嘅。咁多個版本咧，最開心嘅梗係買車嘅人啦，咁都係揀，咁都係玩。今次借翻嚟咧就係99年生產嘅 V-Spec 版本，仲有香港行貨喎。當年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啫，頭鏟啊、diffuser 啊咁嗰啲 bodywork 係有改動嘅。咁另外啦，佢嗰套 Atisa ETS 嘅4驅好出名嗰套咧，亦都係 Pro 版本。咁加埋後續咧係有個電子控制嘅 Active LSD 嘅，佢嘅車身亦都係比標準版降低咗。咁個避震咧亦都係 set 硬咗嘅。雖然你聽我噏咗咁耐啊，但係其實我咧都係未揸過 R34嘅，今次真係第一次嘅啫。咁呢啲90年代尾嘅黃金產品咧，即係不如揸之前大家睇一睇，究竟當年嘅設計係點嘅樣先。R34嘅總工程師就係阿渡邊恒三先生啦。咁其實同 R33一樣。咁當佢接手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，其實有少少故仔講嘅。即係當年咧，佢就諗住，喂，我想做好呢個 weight balance 啊，咁就唔再用直六 engine， 不如搞副 V6 落去啊。咁但係日產真係好窿嗰陣時，冇錢搞 R&D， 咁你仲要做副新 engine 真係搞唔掂。咁所以唯有最後咧，都係用翻呢副 RB26D ETT 引擎。咁所以咧， R32、33、34都用同一副引擎，咁佢哋日產 claim 就話都係280匹輸出嘅，咁但係大家都知其實係 over 280匹啦 ，torque 係加大咗嘅。咁由33去到34咧，個 torque 係由37.5 kgm 去到40個 kgm， 咁多咗少少啦。不過你睇翻當年咧，90年代尾同期出產嘅法拉利360咧，其實都係400匹30零 kgm 嘅，所以比較之下咧，呢部日本國寶咧，真係唔輸蝕俾啲法拉利嘅。咁冇錢搞新 engine， 唯有搞啲唔使咁多錢嘅嘢咯。咁當年咧33都仲係用緊5速手波噶嘛，咁嚟到34咧就轉咗個6速手波啦。咁另外咧，因為33有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就係大家都覺得佢好大嚿、好牙渣、好累贅啊。咁嚟到34咧，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咧，佢縮細咗成架車嘅。咁個車長咧其實短咗70 mm， 咁個軸距咧亦都縮咗55 mm， 咁令到架車冇咁牙渣咯。咁仲有大家都唔係好中意33個樣，覺得佢好似設計得好求其，冇乜線條咁。咁嚟到34咧，的確係型製咗好多㗎，成個機械人咁樣㗎。咁呢樣嘢咧，俾翻 GTR 個氣勢佢，唔係咩叫 GTR 國寶嚟㗎嘛。除咗縮短咗個車身之外咧，咁佢仲做咗其他嘅改良嘅，例如佢用咗一嚿比 R33輕啲嘅電池啦。咁另外佢個前懸掛個下臂咧，都用咗單件嘅鋁去做嘅，咁亦都係比以前輕咗嘅。咁仲有咧就係佢個 Ceramic Turbo 咧，而家可以承受嘅 boost pressure 其實都大過以前嘅。咁佢亦都改良咗少少 back pressure 嘅問題。咁其實咁樣講啦，由 R32去到 R34，咁幾代嘅變化咧，可以話係基於 R32呢隻怪獸，
咁就慢慢去改良進化，令到佢去到34咧變成咗一隻比較完美、比較完整嘅怪獸。咁 That's why 除咗32之外咧，34係特別多人去追捧嘅。依家有啲價錢都真係幾嚇人，例如啱啱嘅東京 Auto Salon 啦，賣咗一架只係行咗10公里嘅 V-Spec 2紐保零版，真係嚇死人！3200萬yen成交，即係講緊220幾萬港紙。咁你如果夠膽死買翻嚟再出埋牌咧，400幾差唔多500萬㗎啦，即係成個 Supercar 咁貴啊！今時今日揸翻呢啲90年代嘅當年怪獸嘅國寶級跑車啦，咁我有少少明白翻點解嗰陣時啲人覺得 GT-R 好勁啊，好神級啊。咁因為就算係好似呢架99年嘅車嚟到依家，其實都接近20年啦。我依家揸都唔覺得佢落後嘅，即係啲嘢係好現代化、好先進。咁成個 package 啊，成個操控啊，甚至車裏面嘅設備咧，都係一啲好 modern 嘅嘢。咁所以你諗翻20年前嘅人見到呢部車咧，真係俾佢吸引到不得了嘅，即係覺得哇咁先進，好勁啊！我哋嘅 GT-R， 即係我明嘅呢樣嘢依家。咁我一揸上手覺得個軚盤咧，比我想象中冇咁重喎。佢係豐富嘅，但係咧就唔係重滴滴啊，好難扭嗰種嚟嘅。咁當然啦，佢係有 power steering 噶嘛。基本上呢種感覺咧，而家好多車都俾唔到你嘅，即係冇乜嗰種搏鬥啊、聚精會神啊、去摸透嘅車嗰種感覺。你如果玩呢啲 GT-R 咧，你仲可以享受到呢一種咁過癮嘅反應嘅。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好正嘅就係個車架真係異常咁硬淨嘅，即係好佩服日產當年做 GT-R 嗰個決心嘅。即係佢由32、33、34咁樣一路去強化嗰個車架咧，其實嚟到呢代咧。你入彎側入去嗰種速度，令到你 feel 到嘅車有幾咁扎實嘅感覺咧，係好清晰、好明顯嘅，即係冇得拗呢樣嘢。咁但係好老實講，20幾年後啲車進步得咁快咁先進，依家可能一架頭6嘅 GTI 都未必慢得過呢架 R34。即係呢樣嘢係好老實、好真嘅一樣嘢。只不過你而家揸翻呢種車，你係揸嗰個感覺，你見到哇 Twin Turbo Engine 可以踩到8000幾9000轉。咁呢種感覺其實依家好多車都俾唔到你嘅，你要揾都係玩翻啲舊車先至可以揾到呢種感覺。咁我聽擁有呢部車嘅朋友講咧，喺香港玩舊 GT-R 嘅族群都幾得意嘅，好多都係後生仔嚟嘅，可能受打機啦、漫畫啦、電影啦，甚至動畫影響，咁變成咗佢哋心目中一個 hero， 甚至係一個夢想嚟嘅。咁夢想都要錢㗎，咁喺香港如果你想揾 R34咧，其實而家一啲都唔平嘅，普通版都可能講緊40零萬。咁如果再貴啲嘅，甚至一啲紐保零特別版嗰啲過百萬嘅啦，咁你亦都可以喺日本揾嘅，可能 condition 會好啲。但係講緊嘅價錢咧，其實同香港揾差唔多，都係由40零萬去到百幾萬不等。咁但係你仲要運翻嚟香港㗎嘛，運翻嚟香港出埋牌打埋稅，咁咪好貴咯。咁好彩啫，我話冇乜呢個夢想嘅，慳翻